当初我拉着张强合伙建厂，可生意做大后，他竟拿2万块让我滚蛋。几十年的手足情，终究抵不过利益诱惑。青山，这是2万，你点点。强子，还没到您对账分红的时候，账目都没清算，你突然拿2万给我，是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，18000是你的入股本金，另外2000算是额外给你的分成。本金？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沈青山，我直白跟你说，从今往后，这家建材厂和你没有半点瓜葛，拿着这笔钱赶紧走人。厂子现在生意好，就想过河拆桥，把我踢出局。我们踢你，你自己摸着良心好好想想，这一整年时间，你为厂里做过什么正事？整天在外吃喝玩乐，闲散游荡。我吃喝玩乐，厂子能有今天的起色，全是我和张强起早贪黑，守着生产线，没日没夜熬出来的。你什么实事都没干过，现在我们把本金退你，还多给1万当做补偿，你该知足了。我为了拿下订单，在酒局上装傻陪笑，硬生生喝到胃出血，这些事儿你们是都忘了吗？我为了拿下订单，在酒局上装傻陪笑，硬生生喝到胃出血，这些事儿你们是都忘了吗？那是你自己爱喝，跟厂子有什么关系？要不是为了谈订单，我怎么会把自己喝进医院？各位老板，我沈青山诚心诚意求合作，往后厂子的生意还得仰仗各位多多提携关照。我听说你们建材厂还有个股东是你发小，1分本钱没掏，纯纯苦手套白狼。我俩从小一同长大，亲如兄弟，不计较这些。这年头踏实扛事的生意人可真没几个了，你算是难得的实在人。生意谁做不是做？看在你今晚这么实在、这么懂事的面子上，这批建材订单就交给你们厂。青山，你这人通透懂事，我们信你。后续合作我们优先给你。多谢各位老板财，厂子我俩一定好好干，绝不辜负各位信任。你长期过量饮酒，胃黏膜严重破损，已经引发胃出血。再继续喝酒，胃部会造成不可逆损伤，甚至危及生命。你必须戒酒静养。沈青山，你喝酒喝到胃出血是你自己欠喝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？张强，你也是这么想的吗？对，他就是这么想的，你赶紧给我滚！很好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兄弟一刀两断，恩断义绝，再无半点瓜葛。走了最好，从此以后，厂子归我们，钱也归我们，再也不用给他分钱了。青山哥，这厂子从头到尾都是你跑资源、拼订单撑起来的，凭什么让他们占了便宜？厂子是你一手做起来的，到头来反倒把你踢出去，太欺负人了。青山大哥，你有本事有门路，不如自己单干。你要是自己出去单干，我们这帮老兄弟全都跟着你干，绝不留在这里。太过分了！当初建厂一穷二白，全是青山哥熬夜打拼撑过来的。是啊，张强两口子平时啥事不管，坐享其成，现在反倒倒打一耙，把青山踢走。我们所有人都看在眼里，记在心里。谁真心为厂子付出，大家都清清楚楚。凭什么辛苦打拼的人被赶走，偷懒享福的人霸占一切？这也太不公平了！我知道大家是为我抱不平，这份情谊我记在心里了。但你们别冲动，好好留下来，踏实干活。我就先走了。张强、刘梅，既然你们霸占我的厂子，那我就另起炉灶。老公，你快看，咱们这厂子每个月利润不下3万。如今沈青山一走，往后挣的钱全是咱们自己的，再也不用跟人平分了。喂，青山，上次那批货不够，你再给我补发1000吨。张老板，我已经离开厂子了，供货的事儿你找张强吧。好好的，你怎么突然离开了？被人踢出局，我总不能赖着不走吧？我向来只信你这个人，既然你退出了，那我和他们的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。
沈青山退出厂子了。张老板，这是我们厂里一点内部小矛盾，不耽误生产进度，绝对不会影响咱们的合作。说直白点，他走了，咱们之间所有合作到此为止。张老板，为什么？合同白纸黑字已经签好了，您不能临时反悔。有任何问题我们都可以商量。你对自己的结伴兄弟都能一脚踢开，无情无义。做生意先做人，你人品不过关，合作免谈。青山的事儿我都听说了，你这种人连手足兄弟都能背叛，我们不敢结交。事情我都知道了，此前敲定的全部订单一律作废。订单全都没了。肯定是沈青山那个贱人，故意挑拨离间，让所有合作商集体撤单。既然他做事这么绝情，咱们也不能让他好过。眼下没了订单，这可咋办啊？没订单怕啥？咱们自己出去跑业务拉客户。我就不信，离了沈青山，这厂子就不转了。以前谈合作找客源全靠青山，咱压根没出去谈过生意，万一谈不下来咋办？不试试怎么知道？现在厂里机器全线开工，工人全员在岗，没有稳定客户，等于白白烧钱啊，耗不起啊。那就先想办法稳住老客源。张老板是咱们最大的客户，订单量占了大半。我去找他，看看能不能把合作挽回来。张老板，昨天的事有误会，求您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们真的不能失去与您的合作，只要您肯给我机会，价格您定。误会？昨天我已经把话说得很清楚了，你人品不行，合作不必再谈。把东西拿走。看你这愁眉苦脸的样子，事情没谈成。别提了，张老板态度坚决，半点情面都不肯给。你别愁，今天听我哥说，有位杨老板急需10吨螺纹钢，需求量这么大。他原定的货源半路货车失火，钢筋被大火烧得变形软化，没法使用。眼下正急着找新的供应商补货呢。这可真是雪中送炭啊！算咱们运气好，就算错失张老板的订单也没关系，拿下这笔买卖，足能净赚20万。可咱们产能有限，根本凑不齐10吨货，这么大的单子咱们接不住啊。对方交货时间紧迫，质检不会严苛，咱们用次品钢材顶替，蒙混交货就行。明天咱就去找杨老板谈合作。这批工程工期卡死，偏偏运输车辆起火，所有建材全部烧毁。杨老板，我们今日特意登门，就是来帮您解决难处的。我们厂里囤有充足建材现货，完全能补齐您的货物缺口，解您的燃眉之急。是啊，杨老板，这批货我们直接天给到最低价，比市面行情低上1成。我们只求能搭上您这条门路，往后长期合作。真的，如今到处都调不到现货，你们不仅有货，还愿意低价出货。杨老板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厂里库存十分充足，10吨螺纹钢随时可以备货装车，加急发货，绝对不耽误您的工程半点工期。太好了，这下可解了我的燃眉之急，这单咱们成交。这杨老板真是人傻钱多，还好骗。等交货时，把优劣货品掺在一起发出去，轻轻松松净赚10万。张老板、赵老板、陈老板、王老板，我思虑再三，打算重新开一家建材厂。好，青山，我们几个人早就等你这句话。你人品过硬，做事踏实靠谱，比那些忘恩负义的人强太多。我们打心底信你。只要你厂子开张，我手上所有建材订单全部优先给到你，别人一概不考虑。做生意先做人，这年头靠谱的人太少。从今往后，建材行业我们只认你沈青山。放手去干，资金、人脉、订单，我们全都给你兜底。多谢各位大哥信任，我定不会辜负大家。明天我带几位去看一看新厂的选址。好，青山，这块地选得不错，四周宽阔，没有遮挡，往后扩建发展的空间足够。我仔细考察过，这里土质承重达标，硬度合适建厂，而且周边水电管路铺设齐全，基础设施不用费心改造，交通便利，
地基稳固，实打实的建厂好地段。青山，你办事效率够快，全靠几位大哥扶持撑腰，我才能这般顺当。这儿离我家不远，咱们一起去家里喝杯茶歇一歇吧。如今这建材厂全归你们夫妻俩掌管了。唉，他占着名分却无心管事，拖累厂里发展，我们实在不得已才把他踢出去。说到底就是他人品不行，平日里好吃懒做，眼高手低，成天就知道在外吃喝应酬，厂里半点苦活累活都不肯沾边儿。那他丢了厂子，往后日子可不好过喽。我看他这辈子也就这样，难成气候。少了他拖后腿，我们厂子反倒蒸蒸日上。我们刚拿下杨老板的订单，足10吨螺纹钢。10吨螺纹钢，那可是市面上最贵的硬通货。你们这下真的要大发横财了！我的天，10吨下来竟赚小10万，这可是普通人10几年都挣不到的钱。还是你们两口子有本事，这紧俏刚才订单都能拿下来。杨老板，10吨螺纹钢订单，难道是前段时间货车失火急着补货的那个杨老板？沈青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回自己村子，和你有关系。哟，排场不小啊，落魄了还能拉拢这么多大老板跟着你，怎么，组团回村里装大人物撑场面来了？和你有什么关系？不如管好你自己的嘴，少在村里搬弄是非。沈青山，现在的厂子离了你真是越来越好了。我们刚谈下了杨老板的10吨螺纹钢大单。你说的杨老板是不是前段时间运输螺纹钢的货车失火，刚才全部烧毁报废的那个？没错，就是他。怎么，张老板也听说过这单大生意？没办法，我们运气就是这么好。跟他们废话那么多干嘛？走。还真是同一个人。老杨素来谨慎，怎么会和他俩合作？沈青山一下子招来这么多老板，你说他该不会是打算重新开厂子吧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他手里没有那么多本钱折腾。媳妇儿，你说的没错，他早就掏空家底了，哪还有闲钱办厂？哼，等咱们顺利做完杨老板这单大班，稳稳赚上一笔，我看他还怎么在我面前耀武扬威。真是离谱，我太了解老杨了，为人谨慎，做事稳妥。他怎么会跟张强、刘梅合作？我刚才看他俩那般嚣张跋扈、颠倒黑白，人品实在堪忧。这俩人心性浮躁，唯利是图，指不定憋着什么坏心思，别最后出了大乱子才好。唉，依我看悬。对了，青山，你的新厂子这不马上就要开业了，我们直接把你介绍给杨老板，顶汰掉他们这单生意不就好？对呀，我怎么把这茬忘了？这简直是最好的办法，明天就去。那就麻烦各位老板引荐了。厂长，原材料没了，马上就到交货期了，还差8吨。我来想办法，你们干你们的。就是这家加工厂，我上回跟你说过，他们报价极低，咱们拿他们的次品料掺进自家货里，混着给杨老板交货。可是，万一被查出来，咱们就完了。外包装做的一模一样，肉眼根本看不出来，成本压下去，这一单咱们才能赚大头。况且杨老板工期催得死紧，没时间细细抽检。听你的，干了！搏一搏，单车变摩托，这波咱们直接翻身。我这就去找张三，敲定货源。这批材料虽然质量差，但价格是全网最低，外行看不出来瑕疵，用来赶工程工期最合适不过。就这批货，全部打包，立刻装车，尽快送到我们厂里。都赶紧过来卸货！把这批新进的货跟咱们厂里自产的货混到一起，统一装到厂里货车上。老板娘，你们这是在哪儿搞的这么多现货？少打听，抓紧时间卸货干活。老公，想不想再多赚点儿？全县就咱们手里有货，杨老板工地急着开工，只能依照我们，主动权在咱们手上。具体怎么做？原先定价1吨2000，咱们直接涨到3000一吨。好家伙，那咱们真的是大赚特赚了！太好了，你们厂子效率真高，这下我工地总算能正常开工了。我现在就安排师傅现场质检，没问题，我立马给你们全款打钱。杨老板，别急着质检，你也清楚，
现在市面货源极度短缺，一货难求。什么意思？这批货现在涨价了，3000块钱一吨。你说什么？当初咱们口头约定好的2000一吨，你们怎么临时坐地起价？你们怎么说话不算话？杨老板，此一时彼一时，现在行情不一样了。整个县城只有我们厂子有现货，你要是不接受这个价格，这批货我们立马拉走。杨老板，你好好想清楚，你工地工期催得这么紧，没货只能停工延期，你们这是趁火打劫，太过分了！我宁愿工地暂时停工，也绝不收你们坐地起价的货。杨老板，话可别说太满，工地停工1天，你亏损的可不是小数目。整个县城就我们厂子有货，到底要不要？你自己掂量。谁说整个县城就你们一家有货？我也有。沈青山，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？凑什么热闹？还你也有货？你有个屁！你早就被我们踢出厂了，哪来的货源？少在这里吹牛装大头！我有没有，不是你们说了算。做生意靠的是诚信，不是趁火打劫、坐地起价坑人。张老板、王老板，你们2位怎么也来了？老杨，这不是听说你前段时间运输的钢材货车失火，整批货全部报废，工地急缺货源，一直卡在工期里。可不是嘛，现在还遇上黑心供货商，真是倒霉。刚好我这位兄弟沈青山新开了一家建材厂，资质齐全，现货充足。我这兄弟为人踏实本分，做生意最讲信誉。没错，青山的厂子做的都是正品好货，价格公道，童叟无欺，绝对不会像某些人一样靠着垄断货源恶意抬价。沈青山，你什么时候开的建材厂？我们怎么一点消息都没有？不可能，你根本没有本钱开厂，你这是故意骗人，故意跟我们作对。你就是见不得我们好，故意跑来抢我们的单子。你们靠着投机取巧、坐地起价坑客户，早晚做不长久。我凭本心做事，光明正大，轮不到你们智慧。你少在这里冠冕堂皇，这单生意本来就是我们的。就是，杨老板已经跟我们谈好了，你现在过来纯属截胡，太不地道了。少跟我扯这些！你们当众坐地起价，趁火打劫，这货我坚决不要！别，杨老板，开玩笑的，我们就是跟您闹着玩呢，哪敢真涨价？对，不变价，还是原先说好的2000一吨，1分不涨。我们现在立马给您卸货交货。开玩笑，漫天抬价拿捏我工期，现在一句玩笑就想接过，你们可真够厚脸皮的！赶紧把车开走，再纠缠不休，我直接追究你们的违约责任。不对劲儿，这批螺纹钢看着色泽暗沉，横雷模糊不均，根本不是合格正品。杨老板，既然他们知错悔改，愿意按原价2000一吨给您供货，这个价格确实很低，也算诚意十足了。青山，你这是干嘛？你货源充足，怎么反倒把客户拱手让人？张哥，你仔细看看车上的货，正品螺纹钢，色泽均匀，类纹规整，质地紧实，无裂纹，无粗糙瑕疵。不对劲儿啊！这批货看着粗糙发暗，他们这是想用劣质货以此冲高。既然他们想赚黑心钱，咱们得让他们为自己的贪心付出代价。先让他们交货，好戏还在后头。沈青山，你又在背后说我们什么坏话？有话当面说，别在背后嚼舌根儿。人家青山好心替你们求情，看你们愿意原价供货，劝我收下这批货，帮你们解围，你们反倒不识好人心。多谢青山帮我们说话，是我们误会了。对，多谢青山大度。他能有这么好心，肯定是刚才吹牛说自己有货源，怕被我们当场拆穿打脸，才故意装大方把单子让给我。杨老板，既然误会都解开了，那咱们现在立马安排卸货吧。卸完货您直接给我们打款就行。对，货都在这摆着，绝对没问题，赶紧卸货收尾。不急，做生意规矩不能少，等专业的杨师傅过来质检，只要货品质量达标，没有任何问题，我立刻全款给你们打款。杨老板真没必要这么麻烦，我们的货质量稳稳靠谱，您尽管放心，绝对不会出问题，完全不用质检。是啊，杨老板，我们诚心诚意做生意，哪能有问题？纯属多此一举，赶紧卸货就完事儿了。果然有鬼，俩人反应这么反常，看来青山说的一点没错，
这就是一批以次充好的残次品。做贼心虚，这下彻底露馅了。杨师傅，赶紧过来现场检货。杨总，这批货有严重问题，钢材纹路残缺，材质松松，厚度不达标，全是翻新劣质残次品，根本达不到工程施工标准，完全不能用。好啊，你们不仅坐地起价趁火打劫，还敢拿劣质假货糊弄我，简直胆大包天！你们必须赔偿我3万块违约金。沈青山，肯定是你，就是你在背后搞鬼陷害我们！绝对是你挑拨离间，不然杨老板怎么会执意质检？这3万违约金凭什么让我们赔？该赔的人是你！你们心存贪念，坐地起价，还敢售卖劣质假货，坑骗客户，做错事不知悔改，反倒怪别人拆穿你们的把戏。够了！保安，立刻把这2个人给我赶出去！放开我！沈青山，你给我等着！沈青山，这事儿咱们没完！7天之内，你们必须赔付违约金3万，否则咱们就法庭见。这下完了，整整3万赔赔，咱们压根拿不出这么多钱，该怎么办啊？先把工人工资压一压，填上资金缺口。沈青山，这笔账我记下了，我绝对不会让你好过。今天召集大家过来，就一件事儿。最近厂里资金周转困难，生意惨淡，效益不好。从这个月开始，所有人工资统一降低1000。降薪？我们这段时间天天加班熬夜，累死累活赶产量，凭什么无缘无故扣我们工资？是啊，我们干活从来没偷懒，加班也从未抱怨，哪有随便克扣工人工资的道理？吵什么吵？厂里给你们活干，给你们发工资，养着你们。现在厂子困难，扣点工资怎么了？不想干就直接走人。外面有的是人想来顶替你们。我们刚才都没细看，你一眼就看出这批货有问题，真是长见识。可不是嘛，换做旁人，大概率就被他们低价套路了。轻则工期延误，重则工地出安全事故，后果不堪设想。你这简直是鹰眼啊！多谢各位老板抬爱，我也是不想让黑心货流入工地，耽误工程，埋下安全隐患。还是沈老弟踏实靠谱。比起那2个唯利是图、弄虚作假的人，你这才是真正做实业的格局和诚信。老杨。青山的新厂子货源充足，品质过硬，价格公道，绝对是靠谱合作对象。是啊，刚好你工地急缺正品建材，不如和青山合作，双赢共赢。不用多说，我100%信任沈老弟的人品和货品。我正式敲定，后续我工地所有建材货源全部从青山的建材厂采购。多谢杨老板信任。我保证所有货品全部正品国标，保质保量，价格透明，绝不坐地起价，绝不偷工减料，全力保障你的工地顺利施工。喂，杨老板。张强，今天是咱们约定的最后期限，我到现在1分都没收到。我问你，钱到底什么时候给？杨老板，我求求您，再宽限我几天，我一直在凑钱，肯定补上。我最后给你2天缓冲时间，2天之后，钱要是还不到位，咱们直接法庭见，没有商量余地。完了，只剩2天的时间了，再凑不到钱，真要吃官司了。王哥，求你再帮我一次，就借我2万。我下个月肯定还。
完了，全都完了。以前那些人脉、生意伙伴，没有一个愿意帮我，电话不接，见面就躲，我1分钱都借不到。既然外面借不到钱，那就只剩一个办法，再压一次工人的工钱。还要降？上次已经降了1000，再降工人肯定闹翻天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现在厂里能动的资金只有工人的工资，每人再降1000，先把眼前的死局撑过去，别的以后再说。通知大家一件事，目前厂里资金依旧紧缺，经过商议，所有人工资再降1000。刚降1000，这才多久又要降？我们不用过日子了。天天加班熬夜，干最累最苦的活，工资反倒越干越少，这谁能干得下去？吵什么吵？厂里现在困难重重，你们眼睛都看不见吗？我把话放这儿，工资降定了，不愿意干的直接走人。走人？你觉得我们还想继续干？前几天刚降1000，现如今又要降。我们天天加班熬夜，累死累活，卖命干活，换来的只有无休止压榨。我给你们提供工作，发放薪资，降一点工资又怎么了？不想干就滚，没人逼着你们留下来受罪。我不干了，这种黑心厂子谁爱干谁干。我也不干了，早就该抽身走人了。张强两口子自私自利，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，没有半分人情味儿。当初青山在厂里的时候，待遇优厚，为人实在，从来不会克扣工人工资。可惜啊，硬生生被张强挤走了，也不知道他现在境况如何。反正咱们现在没活干，不如咱们去沈青山家里找找他。可以，青山为人仗义实在，咱们去找他问问，总归能有个着落。青山，快坐快坐，你们怎么过来了？青山，我们从张强厂里离职了，那两口子太黑心，连续几天降工资，做事刻薄，还乱用劣质材料糊弄别人，压榨工人，自私自利，我们实在受不了，索性我们几个就出来了。唯利是图，迟早自食恶果。实话跟各位说，我的新厂现在正好缺你们这种踏实有经验的老师傅。真的吗？青山，我们想跟着你干，跟着你干活心里踏实，我们放心。工人走了一半，厂子现在停工停产，一堆烂摊子，这可怎么办？你慌什么？遇事就乱了阵脚，做生意本来就有风险，有亏有赚很正常。正常？现在钱断了，人跑了，咱们拿什么填窟窿？我之前找遍人脉，没有一个人肯帮我们。还有一个办法，把厂房拿去抵押，办理商业贷款。先贷一笔钱出来，再补清杨老板的违约金钱款，把眼前的资金缺口全部填上。厂房可是我们手里唯一的资产，万一贷款批下来，后期还不上，厂房就彻底没了。我们没有退路了，不抵押厂房，1周后就会被杨老板起诉，不仅要赔钱，还要背上官司，征信彻底坏掉。先把难关渡过去，后续慢慢赚钱还贷。张强的厂子接连亏损，前段时间连工期赔放都拿不出钱，短短几天怎么凑出的3万？要不要派人去查一下资金源头？不用，欠款已经结清，债务两清，咱们没必要浪费精力深究。你的厂子和别的厂子完全不一样，做生意讲究良心，建材行业容不得半点马虎。我从建厂之初就打定主意，不偷料不掺假，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，用料扎实，工艺标准，没有半点劣质瑕疵。对比张强那边的残次品，差距一目了然。
后续我名下所有工地建材优先从你这里采购。多谢杨老板信任，我定不会辜负您这份认可。老板，这是我们的离职申请，我们不干了。干得好好的，怎么突然集体离职？你们这是干什么？我们商量好了，准备去青山大哥的新厂干活。沈青山，又是他，他怎么总跟我们作对？真是阴魂不散，表面装的大公无私、大义凛然，背地里专门挖我们的人，虚伪的装有的要死，装什么老好人？愿意留下来干活的，我直接开双倍工资。全怪你，都是你的错！如果不是你那天拆穿我们，我们就不会背负债务。就是，我们落得这个下场，全怪沈青山故意抢人脉、挖走工人。要不是他断我们的后路，我们怎么会欠债赔款？沈青山竟然断我的生路，那你的新厂也别想顺利开下去。青山大哥，我们今天全都从那边离职了。张强夫妇二人心胸狭隘、自私刻薄，还恶意造谣抹黑你。他们眼里只有自己的利益，为了省钱，用黑心材料，还一而再、再而三降低我们工资，压根儿没把我们当人看。可不是嘛！厂里欠了一屁股债，连基本工资都发不出来，谁还敢继续跟着他们干？我都清楚，人各有路，品行不同，选择自然不同。他们贪图眼前利益，不择手段，迟早会自食恶果。青山大哥说得好，做人做事凭良心，他们早晚要栽跟头。往后在我的厂里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踏实干活，坚守本心，用料讲良心，做事守规矩。感谢各位的信任与追随，我不多说客套话，大家都好好干。兄弟们，好好干，跟着青山大哥把厂子做大做强。他俩怎么来了？肯定没安好心。沈青山，你可真有本事，断我订单，抢我员工，摆明了跟我作对是吧？我用自己的积蓄、自己的人脉开办厂子，什么时候开工、如何经营都是我的自由，和你们二人没有半点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别在这里揣着明白装糊涂。你别忘了，你至今还是我们厂里的股东，股份还摆在那里。你一声不吭另起炉灶，经过我们同意了吗？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是你们二人贪心不足，强行把我剔出工厂，独占所有资产，现在反倒拿旧股份出来说事，未免太过可笑。就是你们两口子做事太不地道，太不要脸了！你们都给我闭嘴！这是我和沈青山之间的私人恩怨，轮不到外人插嘴。当初我看你走投无路，好心让你技术入股，可你们呢？厂子刚步入正轨，有了起色就翻脸不认人，一脚把我踹开。你少在这里颠倒黑白，胡说八道！分明是你心思不纯，故意处处跟我们夫妻俩作对。张强，你就是个扶不起的废物。当初如果不是我好心带你入行，教你技术，你现在什么都不是。你听听，这就是他心里的实话。在他沈青山眼里，你从来都不算个人，从头到尾你就只是一条任由他使唤、任他践踏的狗。住手！你们好大的胆子，敢在厂里动手打人！
沈青山，你给我等着！今天这事儿我跟你没完。随你怎么折腾，做生意凭的是良心和实力，可惜这两样你们从来都没有。实力？那我们就光明正大比一场，我倒要看看谁的厂子能笑到最后。我的厂子迟早碾压你。沈青山，今天这事儿我们记下了，咱们走着瞧。走。瞧瞧你那点出息，当着那么多人的面被打得鼻青脸肿，丢人丢到家了。你少说两句行不行？我说错了，没本事还爱逞强。现在工人跑光，欠款一堆，你还有什么用？你以为我想？你是不知道现在客户多难找吗？何况咱们现在资金链断裂，1分钱拿不出来，连原材料都买不起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发什么火？发火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我有办法。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客户方面，我去找我表哥刘军，他在工地当小头头，手上人脉多，我去问问他工地那边有没有建材采购需求，让他帮我引荐对接。材料的事儿更简单，咱们找个陌生人去沈青山的厂子订购一小批优质建材，用他的高品质样品拿去给客户验货，只要把订单骗到手，一切都好办。这法子能行吗？等验货通过后，咱们就把剩下的全部换成厂里积压的次品。现在我们负债累累，走投无路，赌一把，我们还有翻身的机会。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只要能翻身，我愿意赌这一把。表哥，我这次来找你实在是走投无路了。我们建材厂最近生意惨淡，实在撑不下去。你在工地待得久，人脉广，手里要是有建材采购的门路，务必帮我引荐一下。表妹，我真心想帮你，可我就是个看管工人的小头头。眼下我们工地确实缺一批钢筋，但是要求要是抗震级别的，而且需要10万吨，我怕你厂子技术跟不上。哥，您还不放心我吗？现在厂子早就整改了，不就是抗震钢筋吗？我们厂子能生产出来，产量也能跟上。这种工程一旦材料出问题，是要担法律责任的，不是小事儿。哥，我怎么会拿这种大事儿开玩笑？我心里有数，建材绝对达标。我只求你帮我搭个线，引荐一下，行不行？行吧，行吧，工程上的事情由王经理做主，我带你去找王经理，能不能拿下订单，全看你自己。进。王经理，这是我表妹，开建材厂的。我想着咱们工地近期紧缺钢筋，就带她过来试一试，看看能不能对接上合作。王经理，我刚才跟我表哥聊过了，我们建材厂设备齐全，生产经验充足，完全有能力生产高标准抗震钢筋，全程严格把控品质，绝对符合工地施工标准。我们工程是重点项目，抗震钢筋必须送检，抗压强度、韧性全部达标，瑕疵建材一律拒收，还要追究责任。我明白规矩，您尽管放心，我们的材料100%合格，完全经得起专业检测。咱们采取试单模式合作，首批先交付1000吨抗震钢筋，我们拿去抽样质检，只要质量合格，就敲定去9000吨订单，补齐合作尾款。没问题，就按您说的规矩来，1000吨试样，我们按时按量交付，绝对让您满意。怎么样？工地那边的合作谈妥了吗？搞定了，已经和王经理敲定试单合同，首批需要1000吨国标抗震钢筋，只要这批样品质检过关，后续还有9000吨的大订单。太好了，这下咱们有翻身的机会了！我一定要把沈青山踩在脚下。你去找一个面生的人，让他去沈青山的厂里订购1000吨国标抗震钢筋，咱们用他厂里的优等品先送去工作质检。放心，我现在就花钱找人。你去沈青山建材厂下单采购1000吨国标抗震钢筋，必须要优等品质。这1000是定金，事情办妥，我再给你1000尾款。放心，这种跑腿活我最在行，规矩我都懂。老板，我这边要采购1000吨国标抗震钢筋，用来工地试样检测。
要求材质达标，全套手续、质检报告都要齐全。没问题，我厂所有钢筋严格符合国家抗震标准，出厂前经过3道质检工序，资质报告一应俱全。付款完成即可安排装车，随车附带质检证书，不用麻烦你们派车，车子我准备好了。这人真奇怪，第一次见自费拉货的。货给你们安全送到，手续齐全，没有任何人察觉异常。这是说好的辛苦费，拿了钱，今天的事儿烂在肚子里，不许跟任何人提起。放心，我懂江湖规矩，嘴严得很。成了，果然是沈青山厂里的硬通货。就这品相的样品送去工地，质检绝对100%过关。咱们这次稳赚不赔，铁定要发财。我心里还是七上八下的，万一后续被人查到破绽，咱们2个都要坐牢。你怎么一辈子这么窝囊没出息？你不是想压过沈青山，赢他一次？就你这畏畏缩缩的样子，一辈子都被他踩在脚下。干就干，咱们现在就去找王经理交货。这就是你们送来抽检的试样钢筋？没错，王经理。这1000吨送缴抗震钢筋全部对标国标生产，工地建材事关安全，我们从不敢木弄作假。您尽管安排抽检核验。建筑工程容不得半点马虎，我特意把干了10几年的老牌检测员请过来，现场抽样检测，硬度、韧性、抗震等别全部筛查，严格把关。所有检测数据全部达标。这钢筋硬度足，韧性强，抗震等级完全达标。我干检测10几年，这种成色的钢筋真不多见。恭喜2位老板，质检顺利通过。你们这批钢材属实超出了我的预期。多谢王经理认可。那咱们之前说好的9000吨补货，现在可以敲定了吧？试样没问题就好办，你们抓紧时间把剩余9000吨钢筋送进厂。我们工期紧张，耽误不得。你们这次用料实在，做事靠谱。后续工地还有需求，我优先跟你们长期合作。承蒙王经理抬爱，我们一定按时交货，绝不耽误施工进度。您放心，我们绝不会让您失望。成了，质检通过了。刚才我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儿，生怕哪里漏了破绽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别慌，那是沈青山厂里的优等货，怎么可能检测不合格？现在订单彻底拿死。等下一批把咱们库存的瑕疵货送进去，光差价就够我们赚一大笔。整整9000吨，熬过这段穷困潦倒的日子，我们总算能彻底翻身了。沈青山，当初你打心底看不起我、贬低我，我一定要让你给我道歉。我刚才粗略算了一笔账，这一单做下来，纯利润是一笔巨款。等钱到账，第一件事儿，先把银行那笔压得咱们喘不过气的贷款全部还清。再也不用被催收的人天天堵门。没错，还清贷款，咱们就把这个破破烂烂的旧厂房彻底翻新，换全新的生产机器，再也不用看着满是灰尘的烂厂房发愁。不止这些，咱们还要去城里全款买房，吃香喝辣，过上有钱人的日子。最重要的是，狠狠打沈青山的脸。我要让他亲眼看看谁才是最后的赢家。等这笔生意做完，咱们手里留够流动资金，多挂靠几个工地，把厂子彻底做大做强。9000吨次品全部装车入库，只要顺利卸货，钱款到账，咱们这一单就彻底稳了，钱稳稳落袋。上次送检的样品天衣无缝，没人会起疑心。等这批货交割完毕，我要狠狠压过沈青山，我要让他再也不敢看不起我。你们办事效率真高，这么短时间就把剩余钢材全部送到位，这下咱们工地工期完全能衔接上，不会延误施工。应该的，既然答应了工期，我们必定按时交付，绝不耽误工程进度。只要这笔钱到手，我就再也不用被人瞧不起。沈青山，你不是觉得我是废物吗？我要把你狠狠踩在脚下，我要证明给所有人看，我张强不比任何人差。王经理，我先随机抽样检查一下这批钢筋，走一遍流程。好，你去吧。老师傅，之前那1000吨样品您不是亲自检测过了吗？质量好坏您最清楚。现在工地工期紧张，没必要反复查验。
咱们直接卸货开工，还能节省不少时间。张老板，这可不行，一码归一码，盖房子是民生大事，关乎人身安全，半点玩笑都开不得。每一批进场建材都必须严格抽检。张老板，你给我解释清楚，当初你们送检的样品硬度达标，国标认证合格，各项检测数据全部完美通过，为什么现在到货的钢材和送检样品质量天差地别？王经理，我觉得应该是个别钢材出厂堆放渗压变形，再加上长途运输电波挤压，才出现瑕疵，纯属意外。绝大部分货物绝对没有问题，质量完全达标。没错，王经理，您别多想，长途货车山路颠簸，路途磕碰难免。钢材表层磨损起皮，看着品相较差，但是材质绝对合规达标，不影响施工使用。您千万别误会。运输磕碰只会刮花表层，绝不会让钢材发软、轻易弯曲。这批钢筋含碳量严重不达标，材质不纯，就是标残次品。这种钢材埋进混凝土，后期极易断裂，根本不能用来盖楼。这夫妻俩胆子也太大了，工地盖楼的承重组材也敢糊弄造假，简直丧良心！还好老师傅严查揪出问题，这要是稀里糊涂盖成楼房，后期墙体开裂、楼房坍塌，以后绝对要出重大安全事故。取证，全部留存证据。视频、样品、单据全部封存留档。这批钢材判定全部合格，你们涉嫌以次充好、偷梁换物。从现在开始，所有运输车辆一律禁止驶离工地。王经理，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，咱们好好说，没必要把事情闹这么僵。您高抬贵手，给我们一次改过的机会。王经理，求您手下留情，我们真不是故意的。这事要是闹大，我们彻底完了。高抬贵手，你们掺劣质钢筋拿人命赚钱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手下留情？王经理，复检结果出来了，多组抽样全部不合格，材质本身不达标，不存在受潮影响一说。受潮？我看你们是良心受潮。看清楚合同条款，白纸黑字明确标注国标合格钢筋，你们拿次品钢材顶替国标货，这就是赤裸裸的偷梁换柱、商业欺诈。你们怎么能干出这种事儿？王经理，我真的不知情，我完全不知道他们会造假。刘军，我当初就是信任你的人品才敲定这批供货。你知不知道这批劣质钢材一旦施工会造成多大安全隐患？识人不清，胡乱牵线，你这是害人害己。王经理，我真不知情，我压根不知道他们用的次品货。我不想听你任何解释，现在立刻给我滚出去！王经理，我求求您，这中间肯定还有什么误会，违约金我们照赔，您千万别走法律流程，给我们留一条活路，行不行？是啊，王经理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高抬贵手，我们再也不敢了。活路？你们给建筑工人、给买房百姓留过活路吗？劣质钢材一旦浇筑成型，塌的是楼，害的是人，这事儿势必追究到底。你们等着接收法院传票，承担法律后果吧。现在满意了？我当初明明再三拦你，我反复提醒你这批货风险太大，不能碰。是你非要刀口上舔血，执意赚这种黑心钱。你少在这里推卸责任。当初要不是你疯了一样想扳倒沈青山，我用得着冒这个险？出事就只会甩锅，怪不得沈青山从头到尾都看不起你，说你是扶不起的废物。现在好了，工地整批货物全部被扣，咱们攒的积蓄赔得一干二净，还要背上巨额官司。原本好好的厂子，硬生生被你彻底搞垮。你还有脸指责我？
那些纸质单据、入户成账，全是要命的把柄。一旦警方核查，这些东西就是铁证，咱们偷梁换五的罪根本洗不过。那怎么办？工地那边已经录了证，咱们这些记录要是再被查到违约金加刑事责任，咱俩彻底完了。只要删掉源头记录，销毁所有纸质凭证，就算工地有抽检样品，咱们也能咬死这货柜流通出错，拒不承认主观造假。删掉，全都删掉，没有记录，就查不到我们进货渠道，查不到源头。单据烧了，记录删了，账本也改了，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证明我们刻意进次品钢材，只能赌一把。只要我们姚鼎不知情，货物堆放混杂出错，没有直接证据，没人能凭空给我们定罪。沈总，外面圈子里都传开了，张强夫妻那批劣质钢材在工地被当场查获，整车货物全部扣押封存，现在甲方直接提起诉讼，他们还要面临高额赔偿和法律追责。生意场上向来有人贪快牟利，有人踏实求稳，人心不同，选择自然不同。我们不用去评判他人，只需要做好自己即可，坚守行业底线，坚持合规经营。明白。他人对错自有法度评判，我们踏踏实实做事，干干净净便是最好的自己。我真是瞎了眼，我念着亲戚情分，无条件信任你们，费心奋力给你们牵线搭桥。我本以为你们踏实本分做生意，怎么也想不到，你们竟然敢拿建筑安全、拿人命赚钱。事情已经出了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当初供货渠道、合作流程都是正常走的，谁能料到钢材会出问题？正常流程，你还要睁眼撒谎？工地现场当场抽检露馅，劣质钢筋清清楚楚摆在众人面前，证据铁证如山，明明白白就是你们故意换次品、偷梁换木，你还要狡辩？事已至此，多说无益。反正那些纸质单据、进货台账，我们全部处理干净，没有书面证据，最后法院怎么判定还不一定，谁输谁赢尚且未知。你有没有认真想？如果这批劣质钢材没有被查出，真的交出去混凝土盖成高楼大厦，后期一旦墙体开裂，楼房倒塌，到时候谁来担责？货又没真交进楼里，事故又没有发生，不过是一场虚惊。你揪着人命隐患没完没了，是不是太矫情？对啊，事情都已经败露翻车了，现在再说这些后悔指责的话又有什么用？简直不可理喻！既然你们毫无悔改之心，那这层亲戚情面不要也罢。从今天起，我和你们夫妻二人再无半点瓜葛。沈总，您可是咱们店里的贵客，整个建材圈谁不认识您？青山建材口碑一直稳居前列，用料实在，规矩做事，单据账样样齐全，我们外人都听得佩服。沈总，以前有钱风光的时候，村里人人围着我们转，一口一个强哥，一口一个弟妹，称兄道弟，亲热无比。如今落难缺钱，需要旁人伸手帮一把，所有人都避之不及，冷眼旁观。到头来我才算彻底明白，没钱没势的时候，人情薄如纸，人心冷如冰。
所谓交情，一文不值。要是当初我们不贪心，不碰那一批劣质钢材，安安稳稳做生意，也不会落到如今众叛亲离、四处碰壁的地步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。请问是张强、刘梅本人吗？这是建筑工地起诉你们的材料，还有法院开庭传票，请二位确认身份，签字签收。还是来了。以前总耍小聪明，想着走捷径，以为贪心就能快速赚大钱，现在才算彻底明白。我们那点投机取巧的心思，最后反倒把自己彻底困住。现在说什么都晚了，亲戚疏远，朋友避嫌，官司缠身，厂子瘫痪，我们早就一无所有了。说到底都怪我，当初明明有人提醒风险，我偏偏固执己见，非要铤而走险进这一批次品钢材。我总觉得赌一次不会翻车，总觉得自己能瞒天过海，没人能查出破绽。我当初明明再三劝过你，造假本就是玩火自焚，你自大狂妄，偏偏一意孤行，谁劝都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大火烧身，把我们自己烧得遍体鳞伤，一无所有。还是沈总为人厚道，工资每月准时结，从不拖欠，还专门翻新宿舍楼，给我们修了洗浴间，吃住条件样样贴心，干活都格外有劲头。我以前在别的厂子打工，吃住凑合，工资还经常拖欠。沈总体谅员工，待人宽厚，待遇实在靠谱，我们干活心里也踏实安稳。工地违约金、银行贷款再加法院官司，手里半点周转资金都没有，难道就等着厂子被封赔钱担责？眼下唯有去找沈青山求助，让他匀出9000吨正品钢筋，我们拿去补齐工地缺口。去找他？当初我们把他踢出局，闹得撕破脸面，如今哪有脸面登门求人？都什么时候了，还顾忌什么脸面？只有他肯出手，我们才有回旋余地。听你的。青山，我们今天贸然上门打扰，实在是走投无路，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求你这次发发善心，出手拉我们一把。青山，我们现在资金链彻底断了，沈青山他就是故意的，明知道我们现在走投无路，四面碰壁，还故意当众冷淡回绝，刻意翻旧账，挖苦我们，摆明了就是当众羞辱，看我们的笑话。我早就料到他不会伸手帮忙，骨子里心眼小，记恨旧事。当初我们把他踢出局，现在发达了就借机报复。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咬定不知情，货物堆放混杂，没有源头证据，谁都定不了我们的罪。没错，没有进货强账，没有交易记录，单凭工地那一批抽检货物，顶多判定是仓储流通失误。
撑死就是赔钱赔付违约金，绝不可能坐牢。说实话，这只是个别货物堆放混杂、仓库批次弄错而已，纯粹是仓储管理出现失误，属于管理疏忽，根本算不上了我们刻意造假。对，仓库长期无人规整，货物杂乱无序，是底下搬运工人弄错批次、混放钢材，纯属无心之失。我们主观上绝对没有任何欺诈造假的不良意图。本次案件取账主体为工地甲方，所有送件流量、现场高清检测视频、官方签约过合同、交货验收原始记录，全部由我方独立封存保存。你们私自销毁国厂酱账，焚烧单据，毫无法律意义。我方证据链完整闭环，没有任何漏洞。你们偷梁换柱、以次充好的造假事实，清晰明确，无可辩驳。就算货物存在质量瑕疵，顶多就是合同违约赔付资金，大不了我们赔钱了事，还能追究我们什么严重责任？本次涉案金额已达标刑事立案标准，你们明知建材质量不合格，仍刻意大退量置换劣质钢材，刻意隐瞒货物瑕疵，恶意交付，行为已经涉嫌商业欺诈。本案不再属于普通民事合同纠纷，后续会直接移交刑侦部门立案调查，你们二人必须承担相应刑事责任。刑事立案。都怪你！当初我明明白白劝过你，别碰次品钢材，这种黑心钱不能赚，你偏偏自大狂妄，一意孤行，谁劝都不听。现在好了，刑事立案，我们2个人都要坐牢。你还有脸怪我？当初工地抽检那一刻，要不是你临场露宿，浑身发抖，说话结巴，露出破绽，让人抓住把柄，现在出事了，你反倒把所有责任都推到我身上。我当初就不该听信你的鬼话，更不该厚着脸皮去求沈青山。低声下气求人，最后还被当众羞辱，纯属自取其辱。就是他俩，黑心建材。村里没有一个人可怜他们。这帮势利眼，纯粹落井下石。没出事的时候，个个巴结讨好，阿谀奉承；现在我们落难，全都凑在一起嚼舌根看笑话。别说话了，赶紧往前走，在这里多停留1秒，旁人就多嘲笑我们1分。快点离开这里！张强、刘梅，你们名下房车抵押贷款已严重逾期，银行多次通过短信、电话进行催烧，你们始终未履约还款。按照借贷合同以及司法流程，我方现已依法冻结你们名下所有银行卡、个人房产、工业厂房以及相关生产铸件设备，名下流动资金统一划扣封存，用于抵扣逾期欠款。我们现在手里1分钱都没有，实在无力偿还，能不能再宽限一段时间？宽限期限早已届满，没有任何协商余地。我方严格限定最终还款日期，逾期未结清钱款，银行将依法拍卖厂房、房产，进行抵债处理。我们现在连吃饭的钱都快没了，能不能给我们留一点基础生活费？目前你们名下无任何可支配资金，全部资产统一交由司法部门监管。钱没了，厂子没了，名声也彻底烂了，往后我们到底靠什么活下去？我不甘心，我明明只是想多赚点钱，为什么最后会落到这般田地？别说了，多说无益。
都是我们自己一步步把路走死了。沈总，近期我行针对本地实体合规企业推出低息专项扶持贷款，贵司资金流水干净，征信零瑕疵，纳税记录完整，完全符合扶持标准。这是专项政策文件，利率低，审批快，放款额度高，专门扶持坚守品质、合法经营的实体建材企业，助力企业扩大生产规模。多谢银行方面认可。现如今行业大洗牌，不少投机取巧的黑心作坊接连暴雷倒闭。像贵树这样坚守品质、恪守规矩、踏实做事的企业，才是行业长久发展的根本。经核查裁定，该厂区全部资产依法查封扣押，厂区地皮、生产设备等等统一录入拍卖清单，后期拍卖所得款项优先抵扣银行欠款、工程违约金以及涉案处罚金。什么都没了。当初拼了命抢来的厂子，到头来连一块砖不属于我们。按照司法管控要求，即刻起禁止你们2人踏入厂区半步，请立刻离开查封场地，后续保持手机畅通，随时等候司法传唤。现在我们身无分文，无家可归，名下房产冻结查封，如今连落脚之地都不复存在。我就是不甘心，明明别人也在做，为什么偏偏我们落到这般下场？凭什么？凭什么他一路顺风顺水，我们就要坠落谷底？别再没完没了抱怨，这一切全都怪你。现在你满意了，厂子彻底查封，资金全部亏空，房产即将拍卖，我们还要面临牢狱之灾，这都是你贪心惹的祸。凭什么把所有错都推给我？当初采购次品钢材，你明明点头默许，你自己也贪图高额暴利，现在出事就想把脏水全部泼到我身上。要不是你一意孤行，反复怂恿，非要压缩成本，铤而走险，我怎么会松口同意？我当初明明提醒过你，造假触碰底线，迟早出事，你压根儿不听。现在想起提醒我了，当初赚钱获利的时候，你吃香喝糖，挥霍潇洒，那时候你得意忘形，怎么绝口不提风险？如今大祸临头，就只会推卸责任。要不是你当初撺掇我狠心踢走沈青山，我们根本不会断了后路。现在人家生意风生水起，反观我们负债累累，跌入万丈深渊。踢走他是我们2个人共同的决定，凭什么现在全部算到我头上？你骨子里比我还要自私，从一开始你就想独自霸占整座厂子。我警告你，后面要是被传唤问话，你别乱说话，不该交代的一句都别多讲。怎么，你怕我出卖你？我还怕你为了减刑，私自把所有罪责推到我头上。现在是刑事案件，谁坦白的多，谁罪责就重。我可不会傻乎乎替别人顶罪。彼此，咱们谁都别装好人。出事之前各谋钱财，出事之后各求自保。谁要是敢偷偷出卖对方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沈总，这段时间行业严查动荡，周边多家建材厂员工大量流失，人员跳槽，但咱们厂区员工留存率100%，无一人离职，团队稳定性极强。我从来不亏待踏实干活的人，薪资按时发放，福利从不克扣，安全严格保障，人心自然留得住。现在回头想想，当初您被那夫妻俩踢出合伙厂，反而是最好的结果。张强、刘梅2人唯利是图，心术不正，一心只想着赚黑心钱，终究走不长远。大家伙先安静一下，咱们请沈总给大家讲2句，好不好？讲2句。企业想要长久立足，1守底线，2守诚信，3守人心。守住本心的企业，哪怕稳步慢行，终会向阳而生。也希望咱们大家伙永远守住初心，踏实做事，安稳前行。看见没？
那就是以前开建材厂的张强。当初风光无限，如今造假把厂子彻底干垮。黑心老板落这下场，纯属活该。我还听说一件事儿，他当初狠心抛弃自己最好的朋友，把合伙人直接踢出局，人品烂透了。忘恩负义，唯利是图，这种人发达时嚣张跋扈，落魄了自然没人可怜。好歹能换一口热饭吃。现在的我，能活下去就够了，哪儿还有脸面讲究？老板，我今天从天亮干到天黑，搬石料、清废料、打扫工地，一整天没有片刻停歇，怎么就只有10块钱？别人干一天15块，给你10块就已经不错了，别不知足。老板，我干活力气足，不偷懒，干活质量不比任何人差，您怎么还特意压我工钱？这10块钱实在不够我糊口吃饭。少跟我讨价还价！谁不知道你张强造假坑人、欠债缠身，身上还背着刑事案件？当初为了利益，狠心踢走最好的朋友，忘恩负义，人品败坏。我心肠好，才留你在这里混口饭吃。不想干就滚蛋！别，老板，我干，我不嫌少。我现在没地方去，有活干就知足。谢谢您收留我，往后不管脏活累活，我随叫随到，绝不偷懒。你别敲了，我家不收留你。现在全村上下谁不知道你们夫妻俩的事儿？造假卖次品，欠债跑路，官司缠身，谁收留你，谁就要沾一身麻烦。婶子，我不求别的，只求在你家暂住几天。外面天太冷，夜里寒风刺骨，我实在没有地方可去。当初有钱风光的时候，你们高傲跋扈，看不起乡下亲戚，连家门都不愿意踏进来。如今落魄走投无路，才想起我们这种黑心生意人，半点都不值得同情。入冬气温骤降，大家干活辛苦，宿舍供暖必须全天不断，热水24小时供应，加厚工装全部发放到位，务必保证每一位工人防寒保暖，绝不能冻着任何人。明白。目前宿舍暖气恒温，水电正常，食宿全部保障到位。谢谢沈总。沈总，我听说张强和刘梅现在彻底落魄了，一个街头打零工糊口，一个四处投奔亲戚被拒。行业内没人敢沾他们，日子过得十分艰难。路是自己选的，错是自己犯的。当初利欲熏心、忘恩负义、突破底线，如今承受的一切苦难，皆是自我造就。沈总，这块闲置地块面积充足，地势平整无坑洼，而且紧邻咱们主厂区，交通四通八达，大型货车进出不受限制，地理位置得天独厚，最适合修建标准化大型仓储库房。我已经做好规划，打算在这里新建高标准仓储库房，明确划分原材料存放区、成品堆放区，全部做好防潮、防锈、防火防护措施。明白，沈总。完善厂区配套设施，简化货物周转流程，不求急速暴富，只求稳步扩大企业产能，稳扎稳打，长久发展。明白沈总的长远布局，我后续立刻对接相关部门，加急整理资料，尽快办好土地审批全部手续，不耽误施工进度。张强，我们已经打听清楚，你的厂房被查封拍卖，资产全部冻结。当初你找我们借的高利贷，如今期限早已逾期，今天必须给个说法。我现在真的没钱，1分钱都拿不出来，厂子没了，资产全部被冻结，我连糊口都难。
各位大哥，能不能再宽限我一段时间？等我攒到钱，我一定还。宽限？当初借钱周转的时候，你拍着胸脯满口保证，出手阔绰风光无限。现在落魄潦倒了，你就只会哭穷拖延？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儿？不管你现在有没有钱，这笔欠债连本带利1分都不能少。要么今天当场给点利息，要么乖乖跟我们走去抵债。想躲想赖，根本躲不掉。我给利息，我给利息。你就是之前那家劣质钢材厂的负责人，业内黑名单早就挂名了，造假违规涉案被查，我们不敢收你。我愿意从基层做起，吃苦耐劳，薪资多少都无所谓，只求一份工作糊口。不用，你们夫妻2人的黑历史传遍圈子，没有任何一家正规建材企业敢任用。我们不想沾染官司，牵连麻烦，你去别处看看吧。找工作没人要，开庭的日子还越来越近，我到底该怎么办？以前当大老板的人肯定能干重活，这堆垃圾归你清理。人品差的人就该干脏活，当初背叛朋友、造假挣黑心钱，现在活该受罪。老板都不待见他，咱们随便招呼，反正他也不敢吭声。没想到咱们也有今天。以前天天进出这种高档饭店，现在连门口都不敢靠近。是我们贪心太重，把好日子亲手作为了。秋山，我们这段时间过得太难了，我彻底醒悟了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是真的知道错了。沈总，我们承认以前自私狠毒，昧着良心做坏事，现在吃尽苦头，也算是报应。我心里都清楚，你们如今债务缠身，四处碰壁，走到哪里都要受尽冷眼排斥，不必多说多余的话，路是你们自己一步步选的，如今这般下场，多说无益。青山，当初我们不该忘恩负义，不该狠心背叛你，你能不能原谅我们一次？路是自己选的，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贪心买单，不必多说。我们现在真的走投无路，开庭越来越近，不必向我诉苦，冷暖自知，因果自负。张强、刘梅，关于涉嫌生产销售伪劣建材一案，现依法对你们进行口头传唤。跟随我们回办案中心接受问询。同志，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安分守己，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儿，怎么还要传唤？同志，我们知道错了，我们真的知道错了，能不能再通融一次，给我们留一点余地？案件已经进入侦查收尾阶段，所有证据固定归档，无需多余交涉。请配合执法工作，不要抗拒。张强，如实交代，劣质钢材采购、生产、投放市场是谁在主导决策？警官，我坦白，我全部交代，一切都是刘梅主导的，从头到尾都是她。是他执意要换低价原材料，是他要求生产不合格钢材，我一直都是被动听从，根本没有决定权。冷静下来，控制好你的情绪，不要激动，如实交代即可。我说的全是实话，我之前多次劝阻过他，我劝他不要铤而走险，可他根本不听，一意孤行，违规销售、恶意竞争、合同欺诈，全部都是他的主意，所有过错都在他身上。你们2人谁提议生产伪劣建材？谁负责把控原材料采购？违规生产我承认，但是全部由张强幕后把控，他是实际控股人，所有决策都要他点头，我只是跑腿办事。前期恶意打压同行、合同欺诈商户，是否经过你的同意？那也是他的主意，我只是听从安排，跟着跑腿办事儿，从头到尾我都只是被动配合。是张强。全部都是他做主，我也是被他拖累的。结合现有物证、资金流水、长期留存监控综合判定，
二人属于主观故意造假牟利，原材料更换、违规生产、恶意竞争，全部为主动操碎，不存在被胁迫、不知情的情况。而且两人涉案金额巨大，劣质钢材存在重大建筑安全隐患，社会危害性较高，犯罪性质恶劣。现有完整证据链，结合你们矛盾口供，足以判定你们主观故意生产、销售伪劣建材。本案涉案金额巨大，存在重大公共安全隐患，社会影响恶劣。全完了！现在明确告知你们，案件事实清楚，证据确凿，我们会整理材料移交检察院，由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择期公开开庭宣判。现在满意了？刚刚在审讯室里，你一口咬定所有事都是我做主，把责任全部推给我，你倒是撇得干干净净。难道不是你的错？当初是谁执意要更换劣质原材料？是谁一心压低生产成本，非要赚这份黑心钱？私下劝过你多少次，你听得进去半句吗？当初赚到黑心钱分红拿钱的时候，你拿的比谁都痛快，花的比谁都潇洒。现在大祸临头，你就想着把所有脏水全部泼到我身上。我泼你，你一口咬定是我一意孤行、蛮横霸道，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。你怎么不回头说说，是不是你自己贪心无度、永不知足？行了，说的跟你没吹我身上一样。现在证据确凿，说再多，争辩再多，又有什么用处？终究改变不了什么。我当初就是鬼迷心窍，一时糊涂，听信你的谗言。要是当初没有狠心踢走青山，没有造假牟利，我根本不会落到今天这一步。相关案件手续已全部审批完毕，流程合规生效。现在依法将你们二人移送看守所临时羁押，在此等候检察院提起公诉，法院开庭最终审判。要进看守所了，我们真的彻底完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完了，其实我们早就完了。从我们贪心作祟，换掉第一批合格原材料，打定主意赚黑心钱的时候，就已经注定了这个结局。喂，新来的，这间监舍的厕所今天归你管，现在去拿工具刷干净，一点污渍都不能留。我不刷。还敢犟嘴？新来的不懂规矩，是不是想挨打？跟人什么来的？大哥，我打听清楚了，以前开建材厂的造假黑心材料，而且最不是东西，当初为了利益，狠心背叛，踢走自己的结拜兄弟。我最痛恨这种背叛兄弟、忘恩负义的小人！活该，活该，我活该啊！
沈总，我刚刚得到消息，张强、刘梅已经被正式送进看守所羁押，只等开庭宣判。业内不少人都在议论这件事儿，全部都说二人是自作自受。做生意最怕贪心，人心一旦贪了，底线就没了，没有底线，就注定走不远。要不要我们后续关注一下庭审情况？不必，路是自己选的，结局自然自己承担。我们做好自己，守好本心，稳步发展就够了。青山，说实话，当初我就最看好你。同样是做生意，你坚守底线，诚信为本。反观张强，为了利益不择手段，如今落得锒铛入狱的下场，真是天差地别。谁说不是呢？张强当初狠心踢走你，手段实在龌龊。如今出事，圈内没有一个人愿意为他说一句好话。做生意讲究的就是人品道义。沈总为人坦荡，坚守良心，产品质量过硬，待人谦和大度，这才是长久做生意的正道。我们跟着沈总合作，心里踏实安稳。各位老板过誉了，往后咱们继续携手合作，互利共赢，一起把建材行业做正规，做长久。以前做生意的，做建材的。我也是贪心栽了跟头。人啊，总觉得自己聪明，总觉得侥幸一次没事儿，可法律从来不会给人侥幸。是啊，总觉得别人都傻，总觉得自己能钻空子，到最后才明白最傻的是自己。你跟你丈现正式通知，张强、刘梅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、合同诈借一案，检察院已完成公诉递交，法院受理完毕，3日后正式开庭审理。开庭，我们需要做什么？如实供述，诚恳认罪。法庭之上，一切以证据为准。你们2人态度端正，法庭会酌情考量认罪态度。青山，当初是我对不起你，我不该忘恩负义，不该恶意排挤，更不该黑心造假。我现在什么都明白了，可惜明白得太晚。当初若是安分守己，哪怕赚得少一点，起码安稳度日。如今落得阶下囚，皆是自作自受。近期行业内造假一案人人皆知，这也是给我们所有人敲响警钟。做生意，永远不能触碰底线，不能贪图捷径。沈总放心，我们一定严守质量，合规生产，稳步扩建，严拔质检，善待员工，守住良心，这才是企业长久活下去的根本。从前的我，每日衣着光鲜，住宽敞新房，出手阔绰，在外风光无限。如今身着粗布囚服，被困在冰冷牢笼之中。明明手握安稳好日子，我却贪心不足，非要铤而走险。强子，咱们踏踏实实做事儿，严拔质量关口，一步一步把厂子做大做强。青山，我都听你的，当初要是没有你拉我一把，我根本没有出路。次品成本极低，利润翻倍，咱们就偷偷赌这一次，流程做干净，没人能查出来。要是当初我没有动心就好了。
青山，这是2万，你点点。强子，你突然拿2万给我，是什么意思？没别的意思。18000是你的入股本金，另外2000算是额外给你的分成。金分成？张强，你把话说清楚，到底什么意思？沈青山，我直白跟你说，从今往后这家建材厂和你没有半点瓜葛，拿着这笔钱赶紧走。如今厂子生意红火，日进斗金，你们这是发达了，就想过河拆桥把我踢出局？一步错，步步错，是我鬼迷心窍，我亲手毁了自己的一切。青山，我对不起你。被告人张强、刘梅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、合同诈骗罪。本案涉案金额巨大，社会影响恶劣。本案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楚，证据链完整闭环，依法提请判处。被告人对于公诉人指控的犯罪事实有无异议？是否自愿认罪？我没有异议，我清楚自己犯下的过错，我自愿认罪。我也无任何异议，我自愿认罪，接受法律处罚。被告人张强强、刘梅以非法牟利为目的，大批量生产销售不合格建筑钢材，采用偷梁换柱手段欺诈合作企业，涉案金额巨大。经合议庭评议，证据确凿，事实清晰，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、合同诈骗罪2项罪名成立。现当庭宣判，刘梅主观参与度高，为主犯，判处有期徒刑3年6个月。沈总，说实话，看着厂子一步步做大，我心里由衷佩服。现在厂区规范整洁，设备先进，大家伙跟着您干活，不用操心受骗克扣，心里格外踏实。对啊，以前我在黑心小厂干活，老板唯利是图，坑蒙拐骗，工资经常拖欠。还有张强夫妻那间厂压榨员工，做人做事还得是沈总这般坦荡本分，高下立判。踏实做事方能长久，守住良心底线，守住行业规矩，就是守住所有人的安稳生活。经过数日狱中沉静反省，我才彻底醒悟，贪心害人，执念误人。当初若不是一意孤行，利欲熏心，也不会落得如今下场。青山，谢谢你还愿意过来见我一面。对不起，早年困难的时候，是你伸手拉我一把，你救过我的难处，帮我渡过难关，而我因为贪念太重，将你踢出去。对不起。过去的事儿我早就放下了。我今天过来不是看你落魄，也不是听你道歉，可我放不下。我夜里睡不着，一闭眼就想起以前，想起我们最开始一起创业，一起搬材料，一起规划厂房。后来我变了，我变得自私、贪婪又狭隘。
贪欲一念起，深渊万丈深；守心一念善，前路皆光明。经商无捷径，合规方长久；人生无侥幸，善恶必有终。